嗨，大家好，我是 Nick。拜现在的科技所赐，获取知识和学习技能的来源也更多、更广了，但同时也让人们感到更焦虑了，因为过多的选择反而会导致不知道如何选择，大家都想用最快、最有效益的方式去学习。那么今天这支影片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学习写程式这件事情，究竟是看书还是看影片的效率来得更快一些呢？我会和你分享我过去新手时期采用的方法，以及现在成为资深工程师之后持续学习进步的方法。如果你对这类型的主题感兴趣，请记得一定要帮我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顺手给我一个赞，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的内容咯。我个人认为，喜欢写程式的人通常会有3种特征。第一种就是兴趣使然，第二种就是喜欢折腾一些有的没的，然后胡搞瞎搞，以及第3种耐得住寂寞。因为无论是看书还是看影片学习，都必须经历过一番的折腾，还得耐得住性子跟寂寞去学习这件事情。通常影片的获取渠道不乏来自 YouTube 或者是一些线上课程，无论是免费或是付费的。以我过去程式方面的教学经验来说，零基础的新手，我通常都推荐找影片的实作来看，包含从装环境到开发的这条道路上，毕竟人很难从没经历过或听闻的事情上有很清楚的想象，所以对于完全零基础的朋友来说，他是很难以想象写程式的过程是什么，如何环境搭建、流程判断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如果以看书来说的话，零基础的朋友就很难以快速的进入状况，所以在于这样子的状况下，看一些影片的教学比较能够快速的了解整个程式开发的样貌。不过影片通常会讲的比较通俗，毕竟一支10分钟的影片能讲的真的很有限，时间如果太长，反而注意力又会削弱。再加上人类阅读文字的速度是比看影片或者是用听的还来得快。以一般未受训练的状况下，通常一部影片的讲者一般1分钟的语速大约会落在160字左右。身为听众的你，就算开倍速2倍来听，那大约1分钟也只能听到300字左右，而且这还不包含一些其他的冗余赘字。但以阅读文字来说，一般人大概1分钟可以阅读300到500字左右，这样在效率上面就有很明显的差异。不过书的部分大多都比较原汁原味，很多时候你看完一本书之后，要自己去理解、去思考、去延伸。回过头来说，其实写程式这件事情比较像是英文写作，不管你获取知识的途径是什么，看影片、背单字，有可能你的词汇量很大，看文章都看得懂，但要你自己组织这些单字来写出一篇英文的文章的时候，你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的上手。那如果要写出优美的文章，反而不一定要很大的词汇量，毕竟阅读跟写作本来就是2回事。写作的部分，你就要搞清楚每一个单字的各种含义，然后根据你的上下文选择合适的词语来构造这个语句，表达你的语义。所以写程式这件事情，其实最终需要的是你的写作能力。那么要如何才能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呢？看影片的部分，我认为在零基础的状况下，学习的效率是比较高的，因为你可以从影片中这个讲者的一举一动去理解说，这是如何 debug 的，环境是如何搭建的，他的思考过程是什么，仿佛身临其境一般，所以很适合拿来做入门。我在初学程式的时期，除了老师跟网络上所教的范例，我贴扣之后就会动了，能大概拼出一个可以跑的程式。但其实对于这个程式许多的细节，或是要延伸更多的实作，我当时其实是掌握不了的。我还记得我初学时期在学习 Ruby on Rails 这个语言框架的时候，我是去看了一个外国的 YouTube 的频道，他12周挑战12个不同的题目。透过这个影片，我才知道原来有不一样的指令和用法。但如果你只有不断累积实战，不懂理论，其实很难走得长久。我透过影片学习到的指令和用法，想做更深入的延伸或者是理解，就必须上网去找更多的资料，阅读程式码，去看书才能想清楚、搞明白。所以看书或者是看影片，其实这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只是会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作用。想学好程式，必须要实际动手写，有实际的实战经验，但也要静下来思考。无论你学习任何事情，如果只有大量的输入而没有输出的话，大脑是很难成为一个长期的记忆。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所以通常我都会建议一个零基础的初学者，可以透过看影片去学程式，去学习怎么样写出一个基础的程式。先能够获得成就感比较重要，再来我们可以去看书，了解这些后面的理论以及原理。等到你脱离新手时期之后呢，你看的影片或者是获得知识的工具就会变得比较不一样。基本上我现在会看关于程式的影片，多半是来自一些国外的 conference 的录影，因为你可以透过这类型的影片去看一些更新的技术，或者是更不一样的思考层面。像这样子的影片出现，其实就解决了跨时空环境的瓶颈。因为疫情、经济、工作等各种理由没办法去国外听现场的，
那么有些 conference 在会后会有录影的影像上传到各大的平台，那么你就可以透过这些影片来增进这些不同的知识。不过影片也不会天天都看，也因为自己的实战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需要解决更深的问题，或者是运用的更随心所欲，看书理解其知识理论就变得相当重要了。在资讯圈都知道，技术框架是日新月异的，尤其一本书要从写好校稿，然后印刷到你的手上，通常都经历过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最常遇到就是可能你现在买的技术的书教的版本假设是2好了，那可能你现在在网络上看到大部分已经主流都是3了。我还记得当年我想学 Swift 的时候买了一本书，不是范例执行不了，不然就是好不容易搞到可以执行的时候，却又跳出一堆建议跟我说这些 API 已经即将要 declare， 然后我还没搞懂书籍上面的说明，就差不多快要被版本的差异给搞到放弃了。当时我还经历了各种尝试，上网找资料，最后才发现跑起来的code好像跟书上面的范例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所以这些框架语言工具的使用，我都会建议从网络上面来做学习，会是比较有效率的。但是有一些硬核的知识，比方说像是计算机概论、加密、排序、演算法，或者是 design pattern， 这其实就很适合看书来学习，因为无论是哪一种书，几乎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在解释同样的道理。关于硬核的知识，我都推荐你去买书来看。如果你看了那么多股票，本金不够，不知道要投资什么，这时期的你其实投资自己是最划算的。虽然现在很多的资讯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随手手机就可以拿起来阅读，但我自己是觉得有时候看纸本的书能够让身心更放松一些。不过呢，这个就因人而异了。我想看到这边，你应该会有想要一些我推荐的书单，那这部分呢，我就把它整理放在资讯栏下面。不过呢，像是最近奇标出版社就给了我一本演算法的书。这本书呢，我觉得它很适合这种视觉化学习的学习者来看，因为像是一些大家觉得比较复杂的演算法那它其实就画了很多的插画去形容、去说明。比方说他在讲那个阵列和链接串列的时候，我觉得他用电影院的那个座位去表示，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以及他在说明这个2元搜寻的演算法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是像是一个猜数字的过程。这本书我觉得很适合让没经验的朋友可以有一些对演算法的认识跟理解，也可以让一些有相关经验的工程师能够快速的回忆起这些知识。我自己在大学毕业工作实战5年之后，再回头看过这本书，我觉得就唤起了更多的不同的回忆，然后也有不同的理解。然后这本书呢，厂商说让我送3本给我的观众，所以那不然底下留言告诉我你想要这本演算法书的动机，我就挑3位送给你咯。到时候呢，在这支影片发布的1个礼拜之后，我会在我的脸书的粉专跟 IG 公布这个得奖名单，那就记得来领。最后总结一下我在不同时期对于不同的学习工具的个人看法，主要参考来源是我自己的学习历程以及我身边周遭的工程师经验。零基础的朋友，我建议你可以先去找一些免费的影片来看，去了解如何写程式，如何搭环境，然后再透过一些入门的书籍去补充一些理论或者是知识。这时候的你以实战为主，看了就一定要多做。无论学习的管道是什么，都一定要写得够多，尽可能的让你的大脑去累积长期的记忆。那中高阶以上的工程师呢，通常都已经有了自己一套的学习方式。如果要给建议的话，大概就是可以去多看其他国家的 conference 的录影影片，或者是其他一些国外教学的一些知识，有时候看一看会有不同的想法，因为每一个国家的人口红利不一样，可能做出来的产品面对到的技术问题也会不一样，因为这些不一样就有不同的解法。那学习这些解法呢，也会让自己有不同的看法。这时候书籍通常是资深工程师已经动手累积了够多的实战之后，来归纳及整理自己的招式，如何让自己的程式码写得更优美，如何让自己的架构变得更好。通常就是补充你的知识点使用的，例如像是之前提到 design pattern。然而中高阶的朋友在买书籍的方向，通常也会开始往跨领域的方向走，例如金融、量化交易、创业或者是架构规划等等。透过学习不同的领域的知识整合，来放大自己写程式的能力。然后影片的最后，如果前面提到的抽书你不想抽也没有关系，如果你想自己逛商城，但是想要拿到一些折扣的话，奇标出版社有跟我合作，所以他给了我3组的折扣码，可以让大家在他的虾皮商城里面买科技的书有一定的折扣。那会开3组，主要是因为他其实跟我合作是1年，但因为虾皮一次只能开3个月，所以就会有不同的时间。那你看影片时间无论是什么时候，你就去对应你现在的时间，然后去选那个折扣码，
你就可以拿到那个折扣。详细的部分呢，我就写在下方的资讯栏，你就可以去看一下咯。那观众朋友呢，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折扣码打折的折数和你在其他的网络商店买书有没有比较优惠。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用啊；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你就挑便宜的买，反正你就自己决定就对了。那以上就是这支影片全部的内容咯。你喜欢看书还是看影片？你可以底下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心得。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创作最大的原动力。我是 Nick，在地上滚的工程师。那我们就下次见喽。